多人跟我一样都是 IKEA 的爱好者。为什么会爱上 IKEA 呢？因为 IKEA 的家具价格非常的亲民，但是呢，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假设我要选择一些比较平价的商品，但是呢，它的造型就是很一般，就会觉得没有变化。其实不是只有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国外有一群人，他们叫做 IKEA Hacks。他们呢喜欢就是把 IKEA 的产品透过自己的手作，运用一些工具，就把它变成不一样的样貌。那今天呢，我们好事生活呢也要来带大家一起 IKEA 的好物，让它变身，让你家的这个家具可以变得独一无二，让你的家中 IKEA 的家具呢加分，让你家有高级的感觉哟。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用 IKEA 让你家变得独一无二，而且变得更高级。嗨，我是好事生活可可潘，我们的频道呢是与你分享实用的居家规划方法和策略，让你在百忙迷茫当中不再需要更多的花费和心力，就可以实现有设计师来过家里的居家品质。如果你对这样的讯息有兴趣，欢迎你按赞、订阅，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于这方面高价值的知识咯。老公，我现在有点小得意，因为刚刚你说要做床上的那种托盘，我们平常看一些线上课程可以做笔记嘛，对不对？对。然后刚刚看那一组，不是本来想下手，可是700多块有点下不了手。对啊，小东西就要700-800。对，我想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风格的配色？喜欢，算是蛮有质感，蛮有质感，对不对？那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新的搭配，你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然后搭配上这个层板当做桌面，哦，这样喜欢吗？这样子很搭可以齁。对啊。然后这个层板400块，然后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看大家喜欢什么风格，然后就会像这样。那它是谁呢？它其实是 IKEA 最便宜的鞋柜的架子，哦，99块。是啊，对，好聪明哦。所以我们回家 IKEA hack 一下，就是这个99块的鞋架，然后我们搭配比例的层板，就可以变成一个桌上的托盘，而且是质感版升级版。价格呢打个5折好了 ，Let's go！ I am so excited， 因为呢，我发现最近很多人很喜欢那种就是这种很度假的这种镜框，这个叫什么风啊？它就只是写镜子而已。你看这个一面镜子多少钱？1199，就是快1000块啊，1000多。可是它小的镜片，你看一下这个镜片。这个差不多大的镜片啊，才199然后所以我想要回去给它 IKEA hack 一下，把它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镜子，然后只花199加一点点材料，回去试试看。你知道吗？我每次在 IKEA 都会有很多惊喜，然后很开心的回家。今天我又挖到宝了，就是这里。大家来逛 IKEA 的时候，别忘了来出清区看一下。像我们今天就在出清区找到一个床架，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种床架，然后呢，一直没什么机会去换，结果没想到今天在出清区看到，我们看到它是3折，立刻被那个3折的红字吸引。它现在这一整组自己带回家只要2995，它原价是9900，1万块的东西我们3000块把它带回家。当服务人员非常好啊，小姐跟我们说，我就说这组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再出清区？他说，因为它刚好就是停产了，展示品掉下来，所以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Yes，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搬回去喽，噔噔。各位姐妹们，我要跟你们说一个超简单的 IKEA hack， 就是呢，不用用到工具。只要你会绑蝴蝶结就可以办到哦，期待吗？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喽。好，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 IKEA hack 要先上一个小菜。那但是呢，这个小菜呢非常好用，就是不用用到什么螺丝起子啊，什么工具，只要会绑蝴蝶结就可以完成喽。那就是我们刚刚在 IKEA 看到的那个，可以放在床上、沙发上的那个托盘，也可以当电脑桌。那我们的材料就是这个。99块的 IKEA 鞋架，然后它很好收放。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利系列的层板，还有2根绳子。我们选的是风格很相近的麻绳。那现在要开始喽。生活智慧网是这样的，就是不用用太多很复杂的东西就可以做成，这才是技术，不要笑我。好，来准备喽。
我那天在做的时候，我在试做的时候，我老公有点偷笑，我不懂，他为什么不了解我的苦心呢？好，其实就这样子。比利的陈柜旁边，因为有要装螺丝孔的地方，所以呢很尖锐有洞。那为了不要伤到你娇嫩的皮肤呢，所以我这边先用那个白胶，还有就是先做了一点修饰，让它不会那么锐利。那之后其实你可以就是像贴个 OK 绷什么之类，就可以把它盖住，然后就绕过它绑就可以咯。然后我选这个麻绳是它会比较跟这种就是有点粗犷的风格会比较像。然后本来想说要用螺丝的，但是我觉得螺丝好麻烦哦，还要打洞，然后又很怕螺丝凸出来会弄到腿，所以觉得用绳子也蛮好的。噔，这样就完成了耶，它就会被固定了，然后也可以很好收放，然后背面就长这样。这样就不会伤到你的腿。当然完成，很有 feel 吧？好，那我们来试用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 IKEA hack 一个，就是可以让家里的布置变高级的一个墙面的装饰。那我们选的是它现在有这种南洋风度假风的，这是桌垫，一个100多块，然后还有一面圆镜子。然后它的镜子其实是比较轻薄的一个质感，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会很厚重掉下来。好，那我们就开始咯。我想要把它跟镜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就会可以放在玄关区，就变成一个很美的摆设。我要把它中间就是把它中间就是变成镂空，可以跟镜子组合在一起。那它旁边有这种让它整个被串起来的那种线结，我们把它剪掉，就不会破坏到它本人了。然后我在它的接口这边也用这个麻绳加强一下，把它缠绕在一起。那压轴呢，我们要来 hack 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很常用的9宫格柜。那它平常在我家是当做餐柜使用，它其实本来是没有门板。那我们这次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很有高级感的一个家具，所以我们准备了门板，然后我们会在这边用木条做装饰，并且涂上好看的颜色，加上好看的五金，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质感、高级感加分的一个柜子。先介绍一下这个半圆的木条，我们是用直径1.8公分的这个木条，然后要来这样做组合。这样子的一个抽屉的柜子的宽度呢是34公分，所以我们会用上18根的这个木条，它上下这样子做成一整个柜子的总长是69公分，所以我们可以去裁69公分半圆形的木条。那我们准备木条的计算方法呢，是以这个单个柜子的面来看。那这个柜子它的宽是34公分，然后呢长是69公分。好，那所以我们准备这个半圆形的木条呢，我们选的这个直径1.8公分的木条，那34除以1.8是18.8，所以我们会需要到19条木条。那0.2怎么办呢？我们在两侧呢，帮它有一点点伸缩的空间，把空间用完。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准备来做咯。那你也想说这个木条去哪里买？我们是找到木材行。
我们去的那家木材蛮 nice， 它本来是240公分长的一个很长的木条，它愿意帮我们裁成69公分长。或许你也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其他也很合适的木条，1.8是合适的。那我们上这个木条的粘着方式呢，固定方式我们会选用白胶，有些人也会用钉枪，但是我们想说用一个最居家常用的方式试试看，所以用白胶先涂完一层，然后把木条整齐的排列上去，这就是第一步咯。我们这一个门是要加这个木条要凸出来，所以呢，这个螺丝门框的螺丝要锁在最边缘，就是它给你的背板，你要跟它对齐，让门是凸出来的，这样我们会比较好施作。耶！我终于把这个条都粘上去了。那我们刚发现有一个更好粘的方式，其实就是直接一整片门板直接涂白胶，然后再把木条排列上去，其实会比我刚刚之前一条一条粘还要快。好，那做完这个外形的一个造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让这个柜子改色。我们要先用磨砂纸把柜子的表面呢稍微摩擦一下，让它可以更抓住漆。那我们待会就来开始磨砂咯。那我们用的是100号跟320号交叉使用。好，所以一个是很粗的，一个是帮它变细致的，让它的毛细孔人造变大。油漆行小撇步就是磨砂纸上面里面再包着一个可能是保特瓶或者是一个随便的物品，变成一个这样子可以握住的，比较好施作，然后手才不会因为摩擦生的很不舒服。改色的部分呢，我们用的是这个水性的调和漆，因为水性跟油性比较起来呢，油性味道比较重一点，水性就不会那么臭。另外呢，这调和漆还可以去选颜色，然后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我们是用在家具上面，家具跟墙壁不一样，墙壁不太常会刮伤，可是家具就很容易会被刮伤，例如拿东西呀、开关门。所以调和漆它的硬度会比乳胶漆更硬一点，所以呢，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刮伤，让你的家具一条一条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上漆了，我们选的是有一点点奶油色，准备咯 ，Let's go。这个是填缝剂，木条与木条中间的黑黑的缝呢，给它填满。所以我们待会在上第2层的时候会加这个填缝剂。那等它干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上最后一道我们的第2道的油漆。我们在改造这个玄关柜的时候啊，有几个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避免不要踩雷了。第一个就是呢 ，IKEA 的柜子，它的那个门板锁的位置是需要比较靠齐，需要让门板是刚好突出柜子的表面，这样子才能够让木条可以被贴上去。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这次使用的是白胶做木条的粘贴，使用白胶的时候难免会溢出来，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在白胶还是湿湿的状态，用很湿的抹布把它擦掉就可以了，不然它之后干掉以后会变成一个凹凸不平的一个表面，会影响美感。然后第三就是
我们在做表面换色的时候啊，稍微磨了一下木条，但是呢，我们发现下次就不要磨木条，因为磨了木条以后，它会变得毛毛的，反而就会变得比较没那么好看。那另外呢，在选择五金的时候啊，要记得量IKEA 门板的厚度，还有木条的厚度，这样去选择把手的螺丝的长度，这样才能够精准把螺丝锁上去。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特别留意的。好，然后分享一下这一次 IKEA Hack 的心得。我觉得，其实啊，可以自己动手做这件事情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会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因为很多是第一次嘛，所以也会遇到一些卡关的地方。但是呢，当自己就是想到办法去解决它的时候，那个心里头的那种觉得自己办到了那种心情是很棒的，很有成就感的。看到成品也会觉得哇，就是我们又解锁了一件事情。打雷了。好，最开心的是就是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做这件事情，就会美好的回忆。像我们再去看我们的成品的时候，就会觉得是有特别的情感，因为那是我们一起做出来的成品。那这一次做的并不是100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验累积下来呢，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如果你也想要试试看IKEA Hack 的东西，也欢迎跟我分享你想要 hack 什么，我们一起发挥创意，让你家里的 IKEA 变得独一无二，变得更适合你哦。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你最喜欢哪一个 IKEA 的改造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哟。当然，如果你的家中也正在进行一个新的改造，不管是刚买新房子，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的家怎么越住越乱，好烦心，好想重新重振旗鼓改造它，欢迎你跟我有一个预约咨询的时间，我可以免费为您咨询，1对1的针对您在居家规划上面的一些困扰，提供实用的策略哟。欢迎在下面留言说我也要预约免费咨询。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记得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于实用的居家规划、高价值的资讯咯。那我们几天后再见咯，拜拜。